是指猎杀虚弱敌人的变态，平时对身体健康的人毫无兴趣。如今文香佑终于遇上了心仪的猎物，他直接飞奔来到车柱英的房间里，心中的饥渴已经令文香佑迫不及待想要吃掉车柱英。可他掀开被子，却发现里面只有白毛和一只黑山羊。白毛害羞着问文香佑要吃了自己吗？但文香佑对车柱英以外的人根本不感兴趣。白毛却在这时意味深长道：“你只吃车柱英的话，那这段时间可能要饿肚子喽，因为你不可能在这座监狱里找到车柱英。”文香佑回头狠狠瞪了白毛一眼。在那之后，他为了找到车柱英，翻遍了监狱的每一层楼，但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把马桶都检查了一遍的文香佑却始终找不到车柱英。他想不通车柱英到底躲哪去了。文香佑唯一找到的只有车柱英柜子里的胖次，他已经快撑不住了，再不往嘴里塞东西的话，他就要疯了。马元昌通过监视器看着这一幕，鲨鱼在吃胖次，真是个奇特的习性。谭秀雅在这时说起最近囚犯之间流传的怪谈，现在传闻是典狱长偷偷放走车柱英的，但马元昌认真表示自己绝不会干涉水族馆的生态界，这是他实验的第一守则，而犯人想要自己从这座监狱偷跑出去也绝无可能。所以马元昌的意思是，车柱英还在这座监狱的某个角落。这么多天过去，吴泰山都快忍不住想炖黑山羊汤喝，就连他跟郑文秀都不知道祝英大哥去哪了。他们好奇地问了白毛大哥这个问题，可白毛却照例表示这是秘密。车柱英正在一个有点阴暗的地方，深夜的监狱食堂，文香佑正在拼命往嘴里塞东西，但他不管怎么吃都不觉得饱。可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却再次出现，文香佑难以置信地转头，被叫做猎物的车柱英此时只感觉恶心，熟悉的消毒水味令文香佑立刻兴奋起来，可他的攻击却落空了。车柱英奇怪哪来的消毒水味？我可是早就已经痊愈了。文香佑等这一刻多时了，他差点就真的要饿死了。车柱英的肘击狠狠砸下，幸好他听了白毛的建议。车柱英没想到监狱里竟然还有那种地方。被打到的文香佑不愿相信他已经痊愈了。文香佑固执地认为车柱英只是在虚张声势，但从小被打到大的车柱英恢复速度要比普通人快得多。车柱英真的已经痊愈了，现在的他不可能被文香佑吃掉。随着一声巨响过后，躲过攻击的文香佑喃喃道：“我等了这么久，这不是我要的结果。”实际上车柱英也等了很久，亲手把文香佑粉身碎骨的这一刻，但此时斗志全无的文香佑已经完全兴奋不起来。车柱英知道他是靠折磨虚弱的人来获得满足的变态，可是那又能怎样？他明明可以用自己的拳头让对方变得残破不堪呢。然而文香佑认为自己做的话就没有意义了，他要的必须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猎物。那么车柱英让文香佑还是乖乖挨揍吧。过去文香佑曾审问过偷走天龙招待名单的人，他把小偷绑到铁轨上进行拷问，小偷在火车即将到来时还是没扛住压力招供，可文香佑压根没打算放走他。就算小偷侥幸活了下来，文香佑也会毫不犹豫地终结他。这种狩猎的快感令他浑身酥麻。天龙风险管理组总负责人桂正浩听说了帮派里新进了一个鲁莽的人，他很好奇只会对虚弱之人下手的文香佑，平时根本不打架，也对打斗毫无兴趣。那文香佑是怎么进天龙的呢？因为想进天龙就必须打倒无数强敌才行呢。文香佑十分嫌弃，表示跟健康的人打就像在嚼轮胎一样，实在是令人恶心至极。不过尽管对方难以下咽，但如果他不断挣扎发出恶臭味，那我也只能咬牙吞下。车柱英的拳头瞬间逼近文香佑，这被文香佑一脚踢开。现在文香佑只感到非常恶心。既然车柱英这么死缠烂打，那就算他再怎么难吃，文香佑也只能一口吞下了。不过那可不是单纯被胃酸消化掉那么简单。文香佑刚想继续行动，可他的腿却在刚才就已经被车柱英打断了。车柱英看文香佑真是分不清，到底谁是猎物谁是掠食者啊？风险管理组是天龙的核心部门之一，这里是用来拷问天龙内部叛徒的拷问室，没有人能够在这里沉默到最后。桂正浩问文香佑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拷问的重点不是物理上的痛苦，而是源自于人的想象力。指甲被拔掉后呢？被扒皮之后呢？被火烧之后呢？这是个无穷无尽的问题，没有人能扛住这个压力，把犯人们的想象力放大到极致，就是拷问者的工作。文香佑简直要爱死这份工作了，而拷问者乐在其中的模样，也是受刑者想象力的催化剂。拷问室简直就是属于文香佑的天堂，而现在的他只感到恶心。文香佑用力将自己的腿骨接上，他必须要把车柱英丢进厨余垃圾桶里，但还不等文香佑反应过来，车柱英的拳头就如同暴雨般在他身上落下，而文香佑却抓住时间反钳制住了车柱英，他要把车柱英粉碎丢进厨余垃圾桶里。文香佑捡起地上的勺子，瞄准了车柱英的指甲，随后车柱英便感到了钻心的刺痛，但他没处于虚弱状态，根本无法令文香佑感到任何快感。文香佑完全没有体会到打架的乐趣。车柱英冷冷问他，到处打架难道就是为了寻求那点可怜的快感吗？文香佑可不认同这个观点，他癫狂地认为快感才是人类活下去的意义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电饭锅响了起来，车柱英一把将文香佑扯了过来，滚烫的水蒸气立刻喷发在文香佑脸上。但是这还没有结束，车柱英还要请文香佑吃饭。刚出锅的大米烫得文香佑嗷嗷直叫，厨房里还有很多道具。车柱英拿起平底锅，又请文香佑吃了顿炒菜。文香佑被打到浑身是屎，瘫倒在地。车柱英疑惑，难道心情会影响他的战斗力吗？因为文香佑现在展现出的实力还不到在医务室时的一半。不过车柱英也不关心这些，这时他却意外发现文香佑双腿间出现了不明液体。被打
爽的文香佑已经兴奋得浑身发抖。过去他曾在没逼犯人说出真相时就将其折磨死了，那么桂正浩就要让文香佑亲身体会一下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拷问手段。他带着粗鄙的拳头狠狠打在文香佑身上。桂正浩让文香佑尽情想象接下来的痛苦吧，可文香佑却在这时开始喃喃自语。桂正浩凑近耳朵听他在说什么，可文香佑却是在请求他再多狠狠地揍自己吧。桂正浩没想到这家伙比想象中还难缠，文香佑已经很久没这么爽过了。他竟在这时利用快感情绪进入了超新状态，飞跃性增强的力量将车柱英狠狠击飞。文香佑喜欢被折磨人的模样，就算那是自己也一样。他请车柱英现在来吃掉自己吧。车柱英奇怪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谁先用必杀技谁就会输。车柱英也在这时利用愤怒进入了超新状态。深海中的雪茄达摩鲨并不是为了生存而进食，而是为了折磨其他鱼得到快感。它总是在每个生物身上咬下一口就迅速逃跑，因此雪茄达摩鲨又被称作海底虐待狂。但马元昌知道这样的虐待狂其实还有另一面，他到处挑衅咬一口便逃跑的模样，就好像在期待对方反咬自己一样。那将痛苦升华为快感，就算自己沦为猎物也乐在其中的态度，简直就是受虐狂的化身。池塘内的文香佑再次被车柱英狠狠击飞。车柱英第一次对上喜欢挨打的敌人，还真是有点困扰。文香佑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要碎了，这实在是太爽了吧！他请求车柱英再继续吧。这种强烈的刺激，文香佑在天龙的拷问室都没体验过。那里本来是审问叛徒的地方，但其实另有用途。车柱英奇怪，都打到一半，文香佑突然说这些干什么？然而文香佑却戏谑着问他，难道不知道车江龙在拷问室里都做了什么好事吗？他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，可是文香佑话说到一半却突然住嘴了。车柱英沉声命令他继续说，但文香佑知道自己不能说，因为他说出来的话，桂正浩就会追杀他。车柱英再次命令文香佑快说，可文香佑现在只想继续做有趣的事情，但此时的车柱英只想知道车江龙做了什么。剧烈的疼痛令文香佑愈发兴奋，他要跟车柱英互相品尝自己。车柱英打着打着也十分恼火，因为文香佑这家伙竟然越挨打越强了。车柱英倒是要看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他的下腿踢狠狠打在文香佑脑袋上，可文香佑却反而狂笑了起来。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好奇怪。随后车柱英便被强大的力量击飞。文香佑想要继续玩，他想要更多更猛烈的攻击，那么车柱英便如他所愿，这一击的伤害前所未有的强大。车柱英已经渐渐习惯使用超新的方法了。车江龙之前就跟他说过，过度使用超新会反噬身体，就算领悟了超新，也要靠自己去磨练才能掌控。就像车江龙一样，他告诉儿子，你一定很快就能掌控超新的使用方法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车柱英让儿子切记，不是所有战斗都需要点燃那团火。在跟刘在林交手接出反噬的方法，在不断思考后，他终于明白了，平时将那团火藏起来，只有在必要时再点燃它。文香佑的心口再次狠狠挨了一拳，但这对他来说依旧是美味的佳肴。车柱英的拳头再次凶猛挥出，文香佑却叫得更欢了。车柱英没有理会这些，而是不断出拳。这是文香佑第一次感觉心脏快要炸开了。车柱英正在不断重复开关超新，在启动超新的瞬间，威力就能急速上升。无法匹敌的力量打击令文香佑的身体急速倒飞出去。车柱英疑惑，你还是不打算说吗？你不是在天龙的拷问室里待过吗？那你应该很清楚让人乖乖开口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吧？在我听到满意的答案前，我会把你油炸的金黄酥脆。白茂感觉排风口里还真是挤呢，他居然强制带着吴泰山跟郑恩秀来观战了。无法反抗的二人现在害怕的要死。白毛笑道，观众越多，战场气氛越热烈嘛。可他却突然看到了令人兴奋的一幕，车柱英正按着文香佑的脑袋在油锅上。白毛坏笑道，果然所有油炸食物里，油炸鲨鱼头最好吃了。